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本期介绍一部温馨又治愈的岛国电影《小偷家族》。在东京的都市丛林中央，残存着一栋昏暗破旧的老房子。这里局促地生活着一家5口人，他们分别是老奶奶出枝、丈夫大志、妻子信代、儿子祥太以及信代的妹妹亚纪。他们是彼此间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合，虽然这样，但他们却相互取暖、相互治愈。一家人全靠着老奶奶的养老金度日。在工地当临时工的大志经常会带着祥太到超市盗窃生活用品。这天在便利店超市，大志和祥太通过默契的配合，轻松地偷走了超市内的很多商品。回家的路上，路边的窗户里突然发出一阵酒瓶的声响。大志凑近窗台说道：“今天他又在这里。”小女孩胆怯地看着窗外的两人，一声不发。大志看她很可怜，便把她带回了自己家。通过简单的询问，大家得知小女孩名叫尤里，今年5岁。大志对小女孩很好，他不停地给小女孩食物吃。奶奶上前查看了小女孩的身体状况，不仅身体消瘦，而且全身是伤。追问之下，尤里谎称是自己不小心摔伤的。奶奶心疼地问：“疼吗？”尤里没有说话，只是摇了摇头。大志觉得小女孩的父母找不到她后，很可能会报警，这样警察就会来找小女孩，那样的话自己就会被警察调查，所以他决定将尤里送回去。大志背着睡着的尤里和信代一起来到了尤里的家门口，两人心虚地商量着要不要按门铃，该不该放在门口就跑。正说着，突然听到尤里的父母在屋内正在为丢失孩子进行激烈的争吵。尤里的父亲还动起了手，大志和信代觉得现在把尤里送回去只会给他带来更大的伤害，于是他们又把尤里带了回来，并且把他照顾得非常周到。信代在洗衣店上班，这天他在工作时很顺手地把店里的工具偷走了。很显然，信代他们一家人都是小偷，不过他们偷的都是一些小商品。此时家里，祥太头戴探灯看着书，奶奶在给尤里涂膏药。这时民生委员会的人突然造访，他希望奶奶搬离这破旧的住所。可奶奶并不想搬走。原来奶奶虽然和大志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她十分热爱这里的生活。祥太和尤里来到河边，听着前面2个学生谈论着学校里最喜欢的课程。祥太说，没法在家里学习的孩子才会去上学。两人来到一间小店，祥太给尤里示范了一次偷东西，拿走了1包零食和1瓶洗发水。尤里对此并不反感。祥太发现尤里身上有很多伤，尤里说那些伤是摔的，可是祥太一眼便看出那些伤是被别人烫的。问是不是妈妈干的，尤里摇了摇头，说妈妈对她很好，还给她买裙子。说完就沉默了。晚上，小偷家族一家人开心地吃着晚饭，吃的菜品虽然不名贵，但是他们很满足。吃了一会儿后，他们发现了眼巴巴望着他们吃饭的尤里，于是奶奶赶紧招呼他一块过来吃。这时大志回来了，但却是被他的工友搀扶着进门。原来白天大志在工地干活时摔折了脚，伤得很重，接下来的1个月他都没有办法工作。这天2个孩子在大街上跑着，好像又从哪里得手了。祥太举着泡面晃了晃，尤里嘴里也吃着棉花糖。他问尤里：“你家的奶奶对你好吗？”尤里点点头说：“但奶奶现在在天堂。”祥太沉思了一会儿说道：“那就忘掉她吧。”晚上，大志和信代随意地聊着天。不一会儿，奶奶回来了，还给大志带来了蒸栗子。奶奶既是一个很随和的人，也是一个很时髦的人。她偶尔也会去游戏机厅打游戏。由于脚受伤，大志便带上2个孩子去偷东西。这天，大志打着掩护，祥太和尤里配合着在商店里偷走了几根鱼竿。大志给予胜利后的褒奖，让2个孩子要学会分工和耐心。可祥太觉得尤里在家有些碍事，不过大志则把他当成了一家人，还训斥祥太不要那样说话，她是你妹妹。但祥太却跑开了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她不是我妹妹。”尤里有些难过，大志安慰着：“不要理祥太，那孩子到了叛逆期。”到家后，听说鱼竿能卖4、5万块日元，奶奶和信代都惊呆了。信代心知亚纪干的是风俗行的工作，有钱赚，让亚纪也上交点，可奶奶却说他们约定好了不用。信代抱怨奶奶把他惯得太任性了。晚上睡觉前，尤里一个人坐在门口发呆。信代过去关心了他，才知道他还在担心着祥太，因为祥太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。信代摸着尤里的头说道：“不是你的错。”大志和信代都觉得尤里这个丫头很懂事，也很懂得关心别人。随后大志出门寻找，结果在一台破旧的汽车里找到了他，并告诉他尤里很担心他。在大志的耐心劝说下，祥太最终接受了尤里。大志让祥太喊他一声爸爸，可是祥太不想喊，因为祥太并不是大志的亲生儿子，是大志捡回来的。2个人走出了那台破车，开心地在空地上玩耍着，难得温馨的一幕。一天，祥太偶然间看到尤里上了电视，警方将他列为失踪儿童，正在寻找他。所有人都觉得这下麻烦大了。大志觉得尤里真的不能再待在这里了，他要求尤里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里去。
但最终大家还是不忍心让尤里回到那个充满家庭暴力的家庭，于是信代给尤里剪了头发，还给他起了个新名字玲玲，以便掩人耳目。他们觉得这样警察也不可能认出尤里，所以也就不会找他们的麻烦。这天中午，亚纪慵懒地晒着太阳，此时只有他和大志在家里。他问大志和信代都在什么时候做的，大志坦言现在都不做了，他和信代是心连着心，而不是性连着心。大志反问亚纪，两个人应该靠什么连在一起？亚纪思考片刻后说，靠钱，一般人都是。大志却笑着说，我们可不是一般人啊。亚纪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笑了笑。另一边，信代、奶奶、祥太和尤里在超市买东西。当奶奶得知尤里没有去过海边时，便顺手偷了几件泳衣。晚上回到家之后，信代洗澡时开心地和尤里聊着天，随后他将尤里的旧衣服全都烧掉。信代抱着尤里说，你的父母说喜欢你才打你，是骗你的，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打你的，只会像我这样紧紧地抱着。信代希望尤里忘掉过去那些不开心的记忆。信代的心肠也非常好，他特别希望尤里在这个家庭里过得开心。很快夏天到了，祥太和尤里开心地在外面玩耍。他们来到了一家商店，尤里很自然地偷走了一件小玩具。他在融入这个家庭的同时，也变成了一个小偷。商店老板发现了尤里的所作所为后，非但没有揭穿他，反而送给祥太2根冰棍，还告诉他别再让你妹妹干这个了。祥太接过冰棍，一脸错愕，怀着莫名的心情离开。尤里则是回头望了望。不久，信代工作的洗衣店要裁掉一个人，老板找到信代和他的同事，让2个人自己商量裁掉其中的谁。信代的同事知道尤里住在他家，同时他也知道警方正在寻找尤里，便以此威胁信代。信代只好妥协，主动向老板提出了辞职，因为他不想让尤里回到他的父母身边受苦。而奶奶的前夫早已经离世，灵位被安放在前夫儿子家中。奶奶会定期前往悼念，这天奶奶又去祭拜了她的亡夫，还和亡夫儿子聊了一会儿。后来他们提到了亚纪，2个人一聊才知道，原来亚纪是亡夫儿子的大女儿，二女儿沙香现在读高2。亚纪一直欺骗自己的父亲，说自己在澳大利亚留学，但其实他和奶奶他们生活在一起。奶奶每次离开时，亚纪的父母都会给奶奶一笔辛苦费。此时的亚纪正在工作中，只是他所从事的风俗行工作并不光彩，主要是为男人提供一些特殊服务。此时的他正在接待一位老客户4号先生，亚纪找各种话题和4号先生聊天。不过4号先生看上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就在4号先生准备离开时，亚纪突然抱住了他，微妙的情愫在2人之间蔓延。中午，大志和信代单独在家里吃饭。大志对信代充满了爱慕之情，不过他不好意思表达出来。信代看出了大志的心思，主动和大志亲热了起来。可不一会儿，祥太和尤里闯了进来，这让2个人都陷入了尴尬。到了晚上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相处着。亚纪告诉信代，她处男朋友了，4号先生是她的交往对象。大志在大厅给孩子们表演魔术，奶奶则一个人喝着啤酒。此时恰逢烟火大会，远处传来了烟花声，一家人都跑出屋外开心地看烟花。一家人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但却活得有滋有味。阳光明媚的一天，全家人都把自己打扮得光鲜利落，坐上了开往海边的列车。海滩上，祥太一直盯着亚纪性感的身材，大致明白了一切，细心开导他说，男人都喜欢，爸爸也喜欢，如果早上起来发现身体有变化，也不用担心，这说明你很健康，这才消除祥太心中的顾虑。他们几个人高兴地在水里嬉戏着，奶奶坐在沙滩上静静地望着他们，她觉得一家人在一起真的很幸福。晚上，尤里发现自己的牙齿掉了，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祥太，祥太带他来到屋外，把掉下来的牙齿扔到屋顶，说这样会保佑长出更结实的牙齿。此刻祥太已经把尤里当成自己的妹妹了，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照看尤里。不久奶奶去世了，大家都很伤心，大志开始为老人的葬礼发愁，因为他实在没有钱为奶奶举办葬礼。信代提出可以将老人就地掩埋，我们就在他身边陪着他，不然奶奶也会很孤单。于是奶奶的尸体被埋到了院子里。到了白天，信代将奶奶的存款全部都取了出来，一共116000日元。回到家之后，信代在奶奶的假牙盒里又找到了很多钱，那是亡夫儿子给他的，共15打，每打3万日元。第二天，大志来到车旁准备偷东西，不过祥太并不愿意再参与进去。大志用锤子敲碎了汽车玻璃，得手后2人开始拼命的逃跑。奔跑途中，祥太问道，那次你救我的时候，原本是不是也想要偷东西？大志却说，傻瓜，想什么呢？那次我只想着救你。祥太听完后突然停下脚步，看着跑远的大志，祥太思绪万千。这天，祥太又来到了便利店偷窃，他不想再让尤里参与进来，让他在门外等着。可尤里不想让祥太一个人去偷，所以他仍然在超市里偷了一包小食物。祥太担心尤里被抓，于是他跑到另一头，把超市的商品推倒，接着抱起一包水果，疯狂地往外跑。
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将店员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。没想到祥太还是在天桥上被包抄，更没有想到的是，祥太从天桥跳了下去，身受重伤，水果洒了一地。尤里看到了这一切，哭着跑回了家。随后警察开始介入祥太偷东西的案件。大志和信代在警署了解完情况之后，找了个借口跑回了家，收拾完重要的东西后打算逃跑，不然警察肯定会调查他们。可当他们刚走出门时，就被警察截住。病房里，警察向祥太询问大志和信代的犯罪事实。祥太和尤里为了保护其他人，都对警察撒了谎。警察通过调查大志和信代的身份，了解到他们俩由于三角恋合伙杀死了信代的前夫。大志强调自己没有诱骗尤里，他将实际情况告诉了警方。警方把大志他们跑路的事告诉了病床上的祥太，他们想以此来分化祥太和其他人的感情，想借此让祥太说出更多警方不知道的事情。祥太知道了这件事后非常伤心，不过他也没有说什么。亚纪通过和警方聊天，知道了奶奶每个月都会从他父母那里得到3万块钱，这让他有些恨奶奶。原来奶奶只是想要钱，而不是我。于是他将奶奶去世的事情告诉警方，警方找到奶奶的尸体，认为奶奶的死亡存在他杀的可能。同时警方也知道这一家人经常偷东西的事实。为了保护其他人，信代承认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做的，包括挖坑埋尸体。警方打算把祥太送到孤儿院。祥太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尤里，同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迷茫。此时尤里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，当看到母亲身上的伤之后，他感到很痛苦。母亲依旧对他很粗暴，尤里感觉自己一点也不开心。警方认定信代诱拐了尤里，他们甚至还将信代不能生育的事实作为他诱拐尤里的动机。女警说，我明白你生不了孩子，所以很痛苦吧，羡慕别人，所以才去诱拐别人的孩子。此时的信代真的很痛苦，他忍不住的哭了。最终信代被判处5年，大志和亚纪被释放，祥太被送进了孤儿院。当亚纪再次回到家里后，整个家已经变得异常的冷清，有的只剩下了回忆。大志也苍老了很多，但在和祥太一起钓鱼时依旧很开心。2个人还一起去看望正在坐牢的信代。信代向祥太说出了当年捡他的地方，还有一些细节。他希望祥太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转眼又到了冬天，这天晚上，大志和祥太挤在一间单身公寓里，2个人开心地吃着可乐饼蘸泡面。祥太决定今晚住在这里。这时他们发现外面下起了皑皑白雪，2人高兴地跑到外面堆起了雪人。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们却情同父子。晚上睡觉时，2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。祥太将自己多年的心结说了出来。他问大志，当时自己被警方逮捕后，他们是否准备撇下自己逃跑呢？大志说了实话，是的，当时为了自保打算逃跑，结果没留成。他向祥太道了歉，对不起，爸爸，我要做回你的叔叔了。第2天，大志把祥太送上了开往孤儿院的公交车，但大志舍不得祥太走，他追着公交车跑了很久，嘴里呼喊着祥太的名字。祥太回过头，贴着车窗看着渐行渐远的大志，低声地说了一声爸爸。而生活在亲生父母家的尤里也时常在阳台上爬上凳子，踮起脚尖，向大志家的方向张望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是一部很有温度的影片，由是枝裕和执导。故事虽然平平淡淡，但却令人感触颇深。没有任何血缘的人也会有亲情，没有任何血缘的一家人，也许才是电影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家。受过伤的人互相拥抱在一起，释放着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善良。他们虽说算不上好人，但他们都是善良的人。当感受到他人的善良时，也会展现出伤口下那隐藏的善意。也许这是在告诉我们，不管生活再怎么黑暗，也要对它充满善意，充满希望。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